嗨，大家好。虽然天气炎热，骄阳似火，但是呢，为了保持一个每天的骑行的习惯，所以我们还是顶着骄阳，趁着早上还没有那么酷热的时段呢，出来骑行一段。天气炎热的缘故，我们呢就只是在村里适当的骑行一段，就不去远处骑行了。现在呢是上午时间，大概9点多钟很多该上班的人呢就已经出门上班去了，所以偌大的一个屋村呢显得非常的安静小路上呢看到有几位小朋友跟着他的长辈应该都是爷爷奶奶一辈吧，因为现在是一个暑假的期间。大家对于这些疫情呢还是心有余悸很少有人会有计划出远门旅行，所以今年的这些孩子们呢，大多数都要在这个屋村里面来度过一个对他们来讲可能有些无聊的一个暑假了。昨天呢也传来好消息我的一位亲戚的孩子终于呢等来了高考后的一个结果，被他的第一志愿所报的这个大学录取。也正好呢趁着这么一个好消息亲戚们呢难得聚在一起分享喜悦的心情。我们作为长辈呢也正好趁此机会向孩子表达一下祝贺，也表示一些心意。虽然呢我们对孩子的虚心向我们的讨教，关于入读大学以后应该注意的一些学习方面和生活方面的一些事项，还有呢就是专业方面的一些取舍，以及呢对未来就职的方向、职业的展望等等呢，希望听取我们的意见但是老实讲时代早就不一样了。我们的那些过来人的这些大学时代的这种学习的经验当年对于毕业以后选择自己一个职业等等这些方面呢，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经验可谈再加上呢年代也久远所以应该不会对孩子的现在还是未来呢有任何有用的指导意义。仅仅呢是作为一个人生路上走过来的过来人，对于这个社会变化或者这种趋势呢一直有所关注的一个普通人，我们倒是为我们的这位亲戚，还有他和他的孩子之间通过交流最后达成的报考志愿的一致的想法，还有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思考、一些理念呢，表达了我们的赞赏。
我之前呢在骑行的时候也跟大家有所分享啊。当时我们听到这位亲戚家的孩子稳定的发挥，取得了高考相当不错的一个成绩。我们曾经向孩子以及他们的家长呢表达过我们的祝贺啊。距离高考1个半月以后啊，终于尘埃落定。从孩子报考的学校、选择的专业，还有对于未来的一些思考，虽然说不能算另辟蹊径啊，但是呢，也确实是与众不同。他在收到了好几间国内知名院校的录取通知书的同时呢，他最终选择了他自己第一志愿的一家香港的大学，跟国内的大学合办的一个学校。也正是从孩子的对于学校和专业的选择呢，我们也读懂了孩子和他的家长啊，对于未来的一些思考，贯穿求学和将来职业方面的一些理念啊。因为他报读的这个学校啊，是香港的一家老牌的教会大学，浸会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在珠海合办的一个学校。虽然呢冠名呢是北师大冠在前面，但是当我们了解了整个的课程师资、授课的内容，全都是原原本本的来自香港浸会大学的课程。还有呢，在这个4年的大学期间，全英文的一个授课。当然还有在学期之中和学期之后，都会有更多的和香港的本校发生的更多的进修的机会等等呢。我们为孩子能够做出这种与众不同，并且在我们看来呢是一个前瞻性的这么一种选择呢，感到欣慰。因为道理呢很简单，高考呢是一个避无可避的一座独木桥。但是在大学毕业以后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不要再去挤一遍啊就职道路上的独木桥。所以呢，就需要在报考大学和专业的时候呢，怎么样能够有更开阔的胸怀、更开放的眼界，同时呢，能够学贯中西，能够在大学的本科的学习过程当中呢，不拘泥于书本。更多呢有了解不同社会现实的机会，进而呢对不同的社会形态有所认知，以便为自己呢将来毕业以后留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虽然现在呢只是一些朦胧的想法，但我们觉得呢这是孩子有前瞻性的一些考虑，有一种虽然是目前还是模糊，但是未来会逐渐清晰的一种对未来的把握。所以呢，我们不仅仅祝贺孩子在高考当中取得的不错的成绩，同时呢，也对他在填报学校和志愿所做出的选择呢感到欣慰。
中国的教育的体系底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啊，几乎都是千篇一律的面孔。大家呢按部就班，在这个体系里面啊，挤在一座独木桥上，渐渐呢丧失了自我。也许呢，这个本来就是中国这个教育体系它的培养人的一个目标。其实呢，世界很大，社会很丰富，将来的职业呢也有多种的选择。所以呢，我们反而更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啊，我们的孩子们呢，能够保持一份自我，能够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也有呢自己选择将来职业谋生的这些方式的自由，可以为将来的某种选择呢做好准备。只有这样呢，才可以让自己啊会有更加宽广的天空，在有机遇来临的时候呢，可以做出符合自己心愿的选择。所以现在上大学、选择专业、掌握何种技能，都是关乎到为将来自己的选择留出空间，留下余地。我们虽然不清楚将来的社会啊，将来这个世界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有一点呢是肯定的，就这个社会会以更快的节奏、更大的变化，产生更多的可能性，让价值体现呢成为多元化的选择，让价值体现呢通过多元化的选择，更加能够回应自己内心的需求和喜好。只要你准备好了，你就可以有更大的天空，展翅高飞。所以呢，我们在和亲戚的聚会上啊，也看到孩子的家长啊、父母亲10多年来啊，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在自己面对很大的工作压力的同时，也在力所能及持续的支持着自己的孩子的成长。面对孩子从懵懂无知到青春期的叛逆，到需要面对高考的严峻的现实，最后呢能够奋力一搏，并且呢不负众望，不仅挤上了独木桥，而且呢还是以不错的成绩啊，让自己呢有了更多的选择大学和专业的机会。更难能可贵的呢，是在有更多的在国内的学子心目当中的那些名牌的大学和给自己提供一个将来的可能性和发展空间的两者之间呢，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从孩子的选择呢，我们感觉到孩子啊，在整个的一个备考当中，其实呢，他也在不断的思考。当然，这些思考肯定也跟他的大人们
亲朋好友经常给予的一些分享也有一定的关系。我那天呢，虽然是开玩笑的啊，问他放弃了好几所国内的知名院校的录取通知，最终还是做出了去上貌似一个在国内不算知名的一个联合办学的香港的大学，会不会有点后悔，或者说有没有产生过动摇？结果孩子的回答说不会后悔，也完全没有动摇过，对自己的选择充满了信心。看来呢，孩子确实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啊。我们呢，为孩子的这份自信有了更多的放心啊。而家里另一位亲戚的孩子，也同样呢是今年9月份入读大学。以前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啊，他呢走的是另外一条路，通过几年在国外读书，并没有通过国内的这样的高考的升学的系统，而是靠平时在中学里面一贯保持的良好成绩呢，被他所处的地区排名第1的大学早早的录取了。所以也就是家里2位亲戚的孩子他们的升学之路最后呢都如愿以偿，也让我们和他们的家长一样终于放下心来，并且呢实实在在感到社会的未来已经属于了新一代的勤奋学习并且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这一代人。我们这代人呢可以功成身退过几天舒心的日子了。那我们的心愿呢，就是尽可能的保持健康的身体和心态，过好自己的日子，同时呢，也关注下一代的成长，享受下一代人的成长给我们带来的各种惊喜。今天呢，虽然也是冒着酷暑在村里头骑行一番，在日常的体育锻炼的同时呢，也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因为之前呢，也曾经跟大家在骑行当中分享过家里的亲戚高考的情况也曾经对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高考有所回忆。对中国的这些高考的这个体系有些感悟。那么今天呢，趁这个机会也跟大家呢再来分享一下家里2位亲戚，都是今年9月份要入大学的孩子们的一些情况，也算是呢有头有尾吧。那以后呢，我们当然也会继续关注孩子们的成长，分享他们的哪怕是点滴的进步。其实今天呢，还接到了我自己小孩子在国外读书，他呢从远方发来的一个视频电话，一个是分享了一下他在异国他乡学习生活的一个近况，同时呢也跟我们报告了一下即便是暑假期间，他照样也在修一些课程，是为了多取一些学分，并且呢最近还跟同学结伴去另外一个曾经办过奥运会的城市呢旅游了一番，增加了很多见识所以这让我们呢也感到非常的欣慰。所以呢，在这边一并祝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读书的孩子，他们呢能够在以学习为重的同时呢，也更多的参与社会的活动，也多去四处走走，跟人呢多打交道，来增加对社会的阅历，尽早的呢
了解社会，了解将来将要谋求工作的这些社会的生态。总之呢，提前为自己终有一天会走上社会，参与奉献社会做好准备。我想呢，观看我视频的朋友，肯定也有自己的孩子啊，不管是现在还是以前，也有自己亲戚朋友的孩子们是适龄的学生，应该也会经常得到这些孩子们的学习生活的情况的分享。所以也祝各位网友自己的家里的孩子，还有你们亲朋好友的孩子呢，学业有成，生活愉快，并且呢，尽可能的提前的去做好将来成为一位社会人，奉献社会这样的一个准备。那今天在窝村里面的随意的骑行和慢聊呢，就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朋友的关注和观赏，我们下期再聊。再见，拜拜。